嗨，我是 Ashley。我是菲利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？我们现在在雪梨。我这个没有来过澳洲的人，终于踏入了澳洲的国土了。这一次呢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，换驾照。澳洲政府好像说，就是4月30还是5月1号之后就不能换驾照，所以我们才想好自己办一个旅游签证，就先入境澳洲。这一趟在雪梨呢，大概会为期个2个礼拜左右。我们现在才刚到雪梨机场，然后现在早上大概7点而已，超早的。对，刚搭完了大概10到11个小时的飞机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因为刚到悉尼这边的机场，我们目前就是要先搭车前往那个市区。我们要先来悉尼的机场的这一间店，可以买到 Opal Card。待会我们要转火车或是公车的时候，都需要用到这张卡。我看它这边还有印它这个 New South Wales 的标志。因为这张卡就只有在新州可以用，就是每一个州它有不同的卡可以用。坐在进入这个雪梨双层车。我们在雪梨的第一餐吃的竟然是 Hungry Jack， 对啊，他们叫 Hungry Jack， 但其实就是跟汉堡王一样。我没有吃过，但 Billy 有吃过，你有吃过吗？但是我是在西澳吃的，不知道也不一样。薯条看起来好像粗细度跟台湾的汉堡王蛮接近的。然后刚刚坐在这边的一个小弟留了一个冰淇淋给我们。人好啊，对啊，他就说他吃不完，然后送给我们吃，他不想吃了这样。澳洲的这个华堡 Hungry Jacks 对华堡，但是因为你点的是一个 News 的，就是不一样，不是经典的啦，所以它有加一些别的肉吧。是 bacon 吗？看起来像是。这是看这个 Hungry Jacks 的薯条，我觉得好像比台湾的还要咸。是在台湾的你们猜看这一餐要多少钱？就是一个华堡，就一个 set 而已。答案是29块澳币。600多块台币，超贵，而且可乐还是小杯的。以台湾的那个经济水平来这边，你看一天就破产了。没那么夸张。OK， 我们现在换了一身装，有没有看到？搭那个长途飞机搭了10几个小时，真的太累了，所以我们刚来我们的 Airbnb check in 之后，就先洗了一个澡。然后我们的 Airbnb 是在 Newtown 这个地方。我们今天呢，就真的是舟车劳顿，所以来这里就是走马看花。我的体力已经要用尽了。对啊，但是我们等一下还是会来超市，就采购一些日常用品跟那个，就是可能我们在家也可以自己煮的东西，这样。先体验一下之后在这里生活的一个模式。我们现在来到 Coles， 然后看看这个金沙有多大颗。当，很大的金沙哎！你看这么大罐才台币100块，很便宜耶。旁边还有特价的，3块，3.85，很像玻璃瓶的塑胶瓶。好像塑胶瓶也是玻璃瓶。然后这样子4.4块。难怪人家说这边的牛奶比水便宜。对，来雪梨第一天的最后的晚餐。第一天的最后一餐就是要用印度咖喱画下第一天完美的句点。我们吃的这个印度餐呢，其实蛮不贵的耶。我们就点了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咖喱的饭嘛，然后跟一个他们的烤饼，这么大，比你还大哎，比你还大，这么大，好的，这么大一个烤饼，然后跟他们一个咖喱饺，一个咖喱饺。价格大概就是400块台币，20澳币，对不对？然后Billy还点了一个这个牛肉派，它算我便宜，因为它快打6块5吧。正宗的印度咖喱，卖的人也是印度人，所以应该很正宗。这边很多印度人，是真的长香米那种印度香米。如何？很好吃，这个真的是好吃的，就吃得出来是真的原汁原味的印度。真的，道地印度人的印度料理啊。不过这边应该就是他那个 shopping center 的 food court， 因为其实我们对这边的美食还不够了解，随便先吃一下，解决一下晚餐。对，因为今天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 shopping center， 想说逛逛，等一下就回去休息了。啊，就顺便来吃一下晚餐这样。
雪梨的第2天了，昨天真的太累了，所以没有拍到什么。早上就下大雨，好像从昨天半夜开始下大雨。对，所以今天其实这边的天气都是有点阴阴的。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Airbnb 住的地方 Newtown 这个小镇，它就是有很独树一格的那个对英伦风情。现在走在这条路上就是 King Street， 就是 Newtown 的一个主街，就是很多他们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文艺的店，或者是一些卖服饰啊，或是卖老唱片，或是一些就是比较有历史文化的一些饰品。你可以看这边，很酷的，还有忍者龟的街头涂鸦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Newtown 这种感觉，这边很多那种 vintage 的东西，就是比较复古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东西。进来这间粤式料理，刚刚早上听到有朋友说，这边主要都是以白人跟越南人比较多，所以这边粤式料理想当然也是比较多。我点的那个 fried rice 是 with chicken 的，然后 Ashley 点的是一个他平常最爱吃的粉，对，生牛肉河粉。我记得你上礼拜才刚吃啊。很好吃啊。鸡肉炒饭。不是很干的那个炒饭，应该很干一点。完了那个对啊，这是我们的晚餐。还好，逛了一下就是 Newtown 这边 King Street 的这一条街，然后来到了一个是呢一定要踩点的景点，我要乡巴佬。是啊，没错。对，反正就是这间呢叫做 Black Star Pastry， 大家是因为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椅子是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个长凳。对，这个长凳呢是周杰伦有在这边拍照打卡过的。哦。对，然后这间甜点店呢，它其实好像在雪梨，就是它其实很多分店，蛮红的啊。对，有一些分店，然后在 Newtown 这边的这一间店是周杰伦来的。哦，它有名的就是那个西瓜蛋糕。对，西瓜蛋糕，其实很多的 YouTube 啊，或者是网红啊，我看很多人都分享过，我都有介绍过。对，只是我们没有吃过，想说来吃吃看到底多好吃。关店了，刚才早1分钟还可以买的。没关系，我们住在这边，所以就改天再来这边吃。今天是我们在雪梨的第4天，一大早起来自己做的那个培根面包。这个面包是我看就是很多人推一定要去买的一个法国的牌子，它其实有很多种种类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什么黄奶油面包吧，然后我们还有去超市买了牛奶，慢慢的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。我觉得这些面的位置真的是不错，因为它离那个地铁的位置也很近，然后旁边有超市。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租的这间 Airbnb， 它整个房子简单的 run tour 好了。这边呢就是它的客厅，它有附沙发、电视这样子，但我们到现在没有打开过，不知道为什么客厅这边会有一个木马，可能这以前是住小孩子吧。然后从客厅这边走进来呢，就会到厨房。那我们早上就会在这个炉子这边就是做简单的早餐。餐厅的旁边呢是第一间浴室，这个 Airbnb 总共有2间浴室，然后这间浴室呢，我觉得应该是有重新装修过，因为我们一到的时候进来这间浴室，觉得和外面就是客厅的那个新旧程度有差异。这间浴室明显就是比较新，就连它的浴缸都是感觉用的那个材质都还是很新的，没有说泛黄啊，或者是很旧的感觉。它除了浴缸之外，这间大浴室还有淋浴的空间，然后有很大的一面镜子，这个镜子打开里面都可以放东西。然后厨房走过来这边是算是一个小客厅吧，就是没有电视，但是这边也可以睡1个人。那这边就是第2间浴室，但它第2间浴室就比较小，只有淋浴的空间、淋浴的设备这样，然后跟厕所就是马桶，小小的，但是这样就不会两个人挤在同一间浴室洗澡。从这个小客厅出来，外面就是他们的后院。
然后洗衣机、烘干机都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的衣服洗完就会晾在这。房东有种一些植物啊、花草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后院的一个户外的空间，大家就可以在这边吃东西、聊天这样子。我觉得住在这边蛮特别的，就是很常会听到飞机就是飞过去的声音，而且飞机都会离你很近，可能这边靠近机场还蛮近的。这就是我们这间 Airbnb 的外观，旁边这个是车库，这整条街就是比较像这样子的配备的形式。是我们的这间真的有点希腊的风味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它就那种纯白色的外观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雕花什么的。这边也是白人比较多啦，所以我们的附近的邻居什么的几乎都是白人，比较少看到印度人或者是亚洲人，真的比较少，这边都是白人为主。短暂的体验澳洲的生活的第5天，应该是我们来雪梨这5天当中，我觉得天气最好的一天。印象中的雪梨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蓝天白云，然后建筑物很漂亮，拍起来也很漂亮，很鲜明的一个色彩的这个城市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前往那个雪梨大学的路上，刚好经过了这个 TAFE。这个 TAFE 呢，它是一个学习技职的一个机构，那它还蛮好，就是如果你是新移民，你是可以免费在这个 TAFE 去学习英文的，就是帮助你一开始在融入这个全英文社会的环境的时候，你可以提升你在生活啊或是工作上的英文能力。对啊，因为比较好融入当地的社会。对，它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福利。为什么要自己带水壶呢？因为你去那个超市买水真的是太贵了，是不便宜啦。不如直接买牛奶都还比较便宜，所以一定要带一个随身水壶。啊，这个水壶你看被炎炎贴满了它的贴纸。我们从那个雪梨大学的 main entry 进来，就是它的主要的门口，其实看很不起眼。然后这个 Wesley College 它是一个宿舍，就学校的宿舍，它的建筑也真的都是那种英式的建筑，真的很有哈利波特的霍格华兹那种感觉。我们走了1个小时，从我们家走1个小时，终于来到雪梨大学了。对，整得像真的是你家一样。号称是澳洲版的哈利波特的霍格华兹学院，真的是蛮英式风格的。你不觉得来这种学校上课，你就觉得气质都已经提升了不少了？Yes。我们现在在 King Street 上面的 Blackstone Street， 终于吃到了。因为我们前几天来了，刚好关碰壁，因为顾着拍街景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吃吃看这个西瓜蛋糕，听说很好吃。草莓 mix 西瓜是吗？对，然后一片的话，小小一片的话，大概我刚刚是多少钱？211块澳。西瓜在中间，然后上面是 strawberry 草莓，所以它总共有5层吧。插下去可以插到西瓜。我直接把它解体。整个解体，原来吃这边。怎么样？哎，很好吃哎！我觉得它的吃起来的层次真的非常的丰富，而且是不会腻的那一种。一般你吃蛋糕可能太甜，可是它因为它就是有西瓜，所以它会融合，把那个很死甜的东西融合在一起。然后上面这个绿色的啊，我吃起来应该是开心果。哦，开心果。中间我吃到杏仁的味道，可能还有加一些杏仁慕斯吧。哦。然后上面还有撒玫瑰花瓣，超级浪漫。所以它的口味是很多层次的。很多各种香味的蛋糕，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就是吃很多也不会腻。对，我觉得11块澳元很值得。220哦。我觉得我吃的好脏哦，买漂漂亮亮的，不用成这样。好吃就好了。